I still don't understand why y'all came to this godforsaken place just to fight a war. How about you? To restore peace. You are not. I wish peace was damn cold. 身体好了。 This is our fortification. 这还有伤员，让一下。这儿比搜查员，帮我抬一下。来了，前面停车，不要挡路。你是4连的赵和同志吗？是。快！这位就是 James。Hello, Mr. James. I'm here to welcome you on behalf of our commander. Thank you. Nice to meet you. Thank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来，暖和暖和。幸亏冬雨下来了，否则就这几天的天儿，生生能冻死半个连。新的作战任务下来了。临时任务，支援东线。快搬，快搬！有你们这么干的吗？啊？所有的司机都是1宿没睡，不对，2宿没睡了。我们是开车，又不是赶毛驴，就算是赶毛驴，毛驴也得睡觉啊。再说这都是山路，这么连轴着转，很容易出危险的。不是你明白吗？邱连长，这不没辙了吗？东线告急，东装必须马上运过去，不能这样堆在后方兵站啊！就外头这么个天气，穿着单衣，那是要冻死人、出人命的。能不冒风险，咱自然不冒风险。可现在这情况，你们还是尽量能运过去就给运过去吧。那边可是整整1个兵团啊，抓紧时间运吧。看什么？快点！是。到地方了。兄弟，忍着点。肖团长啊，啊，在那里边，不疼啊，忍住。兄弟，肖团长呢？那边。报告肖团长，我是谭大成。你等一会儿，去，来个卫生员。卫生员，有卫生员没有？没有，兄弟，去，把陈文叫进来，快去。是，连长。把他背到后面去，告诉大夫尽量保住他这条腿。只是划了一个小口，喘气的话可能会有点漏风，忍几天，长好了就没事了。
这是我的防军，从南到北，将近600米，差不多一个连守60米到70米，部队换上来3天了。师部为了加强，给了我一个机炮排，也差不多到极限了。你有多少人？125个，算上我和指导员，比我人还多呢。啥？我的团加上轻伤员，现在还剩89个人。从现在开始，防区南段交给你了，北段我的人负责。不是，等一下，赵团长，我只有1个连。是1个连啊？满编制，125个人，我才89个人，将近一半是伤员。要不这样，我管你叫团长，我听你的。咱们就靠着200人守一个团的阵地，难道就没有别的援兵来了吗？现在只有我们在这儿了。这仗可怎么打呀？废话还真多。你呀，要么服从我的命令，你守南，我守北；要么我剩下这点人编成一个排，我当个排长，你下命令，我服从。我守南段，阵地南北长280米大，有2个突出部，中间有一段交通壕被填平了，得抓紧时间挖开。6个机枪火力点，还有一个炮兵阵地，有一门炮还能使，就是没人会用。平均下来，每个排要守将近100米的阵地，阵地分成3段。每段放3个班，2个班分别集中在2翼，每个班配属1挺机枪。军长测试火力，1个班部署在交通壕后方做预备队。时间有限，只有1个小时加固阵地，抓紧时间搜集弹药。连长，防御太薄了，能不能再收缩一点，一个排50米长？废什么话你？执行命令。是。1班、2班、3班，跟我来。班长，你来看。我就说这玩意儿啊，肯定还能用。我看一下。老赵，好使呢。老赵，咱们那边说。来，你坐。坐。确实有点强人所难，不过既然连长点头应了，命令就得执行。老乔没了以后，5班长一直是我兼着，现在整个阵地南北长达90多米，我得来回跑才能顾得过来。5班缺个指挥员，你也知道。你坐。5班有6个新兵，没人带不行。6班新兵最多放后面当预备队，你来带5班。那你6班怎么办？你坐。6班先让瞎子带着，我也没辙了。 6班有9个新兵，3个老兵，战斗一打起来，再没个人管，到时候乱了阵脚怎么办？那我能咋办？就这么点人，2排把我算进去，一共3个指挥员，老兵一共12个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仗也得打呀。我去5班。我是这么教你的吗？给我硬起来！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能跟他硬，你硬得过他吗？顺茬，轻来轻走，再来一遍，10遍。排长，全体加油，起立！现在我宣布战时命令，任命宇3湾同志为5班代理班长。同志们好，我是宇3湾。严肃点。不管我怎么说，你们心里或多或少都对战争有着不一样的想法。兵法说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也。
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意思是说，打仗是每个人的事儿，事关生死，事关存亡，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正所谓未算胜，而先算不胜，胜之胜者也。料敌从宽，对敌人要多想他们的长处；料己要从严，对自己要多想想短板。现在，我是你们的班长了，我当然希望你们在战场上永远不会被子弹击中。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儿，但我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，首先要在战场上保护好自己。很快你们就会知道，你们要面对的敌人，哪怕不考虑他们拥有的丰富的作战经验，他们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武器装备最强的对手。能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保护好自己，已经是一份了不起的成就了。现在我已经是你们的班长了，交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，也是第一个作战目标，就是希望在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你们大家都还活着，活着才能战胜敌人。想在战场上活命，这是唯一正确姿势。全班都有，坐下，低头，缩起来，低头。很好。我希望敌人的炮弹落下来之后，每个人的表现都能像现在一样好。班长，别指望，炮一响，新兵能分清脑袋和屁股就不错了。你选个人，选啥人？你随便选个新兵。小潘，到，过来。从现在开始，由你负责小潘。我负责他啥呀？负责他在敌人的炮击中如何能够活下来。咱们5班有6个老兵，6个新兵，1个老兵带1个新兵，教他们如何在敌人的炮火中保护自己，教他们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本领。一旦战斗开始，我希望阵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服从我的命令，不管发生任何情况，都不得擅自离开阵地。在没有命令的前提下，离开阵地的任何人，我会直接毙了他。3万代理5班班长，没来得及请示，我就先任命了，但只是临时的。指导员，你咋想？3班倒是个老兵，女老兵，成吗？人家可参加过长征啊。啥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新兵无所谓，那帮子老兵，个个都是猴子成了精，个个都姓孙。3班能镇得住？政委跟我交代了，3班来之前可是正营指干部。咋的？他管我呗？那文工团能跟作战部队是一回事？那你去把他撤了吧。好吧，哎。就这么着吧，就这么着了，去。是。攻势向下深挖50公分，战场生存率提升50%。挖那么深，踮着脚都够不着上头，那不是啥都看不见？敌人万一上来了咋办啊？那射击阵地又没跟着一块往下挖，敌人都上来了，你在底下猫着呀？你是不是傻？生瓜蛋！第一次和日军作战，我也是生瓜蛋的，抱着脑袋坐在战壕底下，一直哆嗦到战斗结束。那不得挨骂？挨骂了呀。不过人活着，
第2次就知道听命令了。所以说，战前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，这是战场上的真理。这也就1个师，咋拉这么大一片阵地？打锦州的时候，国民党1个军也铺不了这么大一片呢。把厘密度够就行。天父，那啥？啥？你到底看没看清楚？看得清清楚楚。看见了，我在2排阵地上也看见了，不知道啥情况，但飞机确实是从对方阵地上飞起来的，而且是那个大胖肚子那个运输机。这个情况，焦团长那边应该更清楚，过去问问。你问他干啥呀？还能撤离咋的？我跟你说，来不及了。当时几点？身上没表，谁知道几个点？离天黑不到1刻钟。长津湖的位置，东经127，北纬40。现在是11月底，预出是早上6点，日落是下午4点左右。你得，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如果是简易机上的话，没有足够的灯光照明，天黑以后飞机起降会有安全问题。是啊，咋了？但如果是白天，飞机频繁起降，会遭受我军炮火的威胁。这么算下来，每天适合飞机起降的时间，对的，天黑前的半个小时和天亮后的半个小时，也就是每天早上6点到6点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美军在他们阵地上修了个飞机场？C4系运输机的标准起飞距离是2300米的，只要能在阵地上腾出这么大块地方，按道理来说，是应该可以起降。这不可能！这哪儿啊？这是战场，阵地上寸土寸金，2300米大的跑道，1个师的兵力根本防御不过来。你就在那扯！我告诉你，行了，田凤，行了，你继续说。其实，只要1000米大就足够了。怎么说？42年大撤离的时候，我和美军的一个观察组从阳光机上撤离。当时日军的炮火封锁了跑道，把跑道炸成了4节，其中最长的一节是912米。当时飞机上16个人，还有将近4吨的货物。结果呢？我还活着。也就是说，敌人阵地只要清出900米的长度，飞机就可以起降。从下午的炮击到飞机起飞，中间只有大约不到50分钟的间隔。明天早上4点半到5点半之间，有一次炮击。美军是用炮击和轰炸来掩护飞机起降。朱子，日志呢？哎呀，怎么了，焦团长？没事，他不是柱子，我习惯了。早上5点35分，炮击停止，持续时间24分钟。行啊，小班长，分析的不错呀。要是昨天你们能上来，现在我最少还能多240个人。柱子，记一下，明天早上5点拉战斗警报。是。走。一班阵地为突击队统一出发阵地。明天敌人炮火一停止，各班自动向一班靠拢。战术队形老规矩：一班靠前左翼，8班靠后侧翼，6班后卫，攻击距离480米大，中间会路过条河，河面宽大约40米大。要注意的是，河面中心位置有大约10米大左右的无冰区，河水不深，可以涉渡。作战命令已经下达，行动原则是3猛，各班自行准备。明早7点半在美军阵地上吃早饭。趴下！
苗导队，前往朝上，注意脚下啊！又来了，不是结束了吗？隐蔽！这是咱们的炮，快快隐蔽！知道降落伞上挂的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是美军的早餐。他们今天没有这咖啡喝了。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炸不了！射击！炮式进攻，别停下 ！Call some support！ 手榴弹准备！ 快
看了，信号弹打了没有？还没呢。财神一向谨慎，信号弹没响，说明他还没有把握。狗日的把握！这要换天放，这信号弹早就升起来了。来人！你为啥还不打信号弹？还不到时候，两边的敌人还没肃清，两条交通。哎呀，已经突破了，现在要全力压上扩大突破口。你再点火，老子就……陈天放，现在是我在指挥战斗。1班向左，8班向右，6班控制攻势，封锁2条交通口，执行命令。再人，我错了，我服从你的命令。你就听我说一句话，回去让我写检查斗车，全线突击，只有咱们撕开了一个口子。这是战绩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你现在看起大个小的，出了什么问题我担着。还没到时候，到了时候再不打的话，两翼还在敌人手里。再是。梁山路，你个孬种！两翼都垮下来了，撤吧。全线只有咱们撕开了个口子，现在撤下来就前功尽弃了。再不撤就完了。热血歌声，纵横沙场的旋律，那是凯旋的冲锋，为信念而战，披挂勇敢，为拯救大道踏平险滩，为和平而战，一往无前，忠心赤胆化作山川。相思恩深，众志成城，
到财神了吗？二排场，快二排场！那是男儿的热血，在周围家国的。财神呢？哪儿都找，就是没有见到二排长。为和平而战，披挂勇敢，挺着不可大军哥，哥儿，平先看，为和平而战。看我刘班长来，我，对你。班长，班长，醒了，哎，别动。啊，你没大事儿，就去了一个，实在留不住了，大夫尽力了。班长，你这胸口啊，有几块肉冻瓷实了，也被医生给剜掉了。没事儿，过几天长出来了。冻伤19人，其中7个需要截肢，还有1个没救回来。加上李兵和财神他们，差不多损失了多半个排的兵力。好容易补充上来的人手，一口气去了1多半。这天气太贼了，在东北打了这么些年仗，照旧是个受不了。8班还剩1个，2排没了排长，赵和切掉了1个小指头，周年余得了急性胰腺炎，肠胃功能障碍，就是吃不下东西。班长，你就吃一口吧，啊，一口就一口。啊，你不吃你没体力偷惯。哎，你干啥？你让人吃。拿走。大夫说，班长不能吃油腻的。哪个大夫说的？这不沉吗？这受这么大罪，你看现在成啥德行？不吃点体力能好啊？今儿这条鱼，它也吃不进去，不是？班里没了几个。虎子、庄稼都没能救过来，老冯切掉了1只手，右手。瞎子怎么样了？大夫锯掉了他1条腿。去看看。班长，这边。伤应该退了，感染这一关应该是过了。过不了那道坎儿。啥玩意儿过不了坎？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过不了坎？啥坎儿啊？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。班长，你心里过去了吗？赵和留一下吧，虽然说是残了，
影响应该不大。那也得那小子愿意才行。10级伤残，人家要是要求回去，咱谁拦也拦不住啊。我来和他谈。这报告，我是真不知道该咋写。还是得写，经验总得总结。咋总结呀？行了，说说各班排的安排吧。5班现在没了班长，8班就剩1个全了。田放撤职，1排掌控着，2排，娘的，财神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有，埋都没法埋。 5班就交给3班吧，枪响起来，和男人一个样，我看行。田放这次表现得不错，恢复1排排长职务。2，找一件财神穿过的衣服，牺牲了，总得入土为安。 财神最讲卫生，但凡咱们驻扎超过1天以上，他肯定出去把衣服洗了晾上。就这件吧，不挑了。3班，衣服挑好了吗？郑源，好了。你们2个出去一下，我跟赵和聊2句。是。是。 医生给你的伤定了级，10级伤残。按照组织的规定，你可以申请回国复员，地方政府会给你安排工作的。必须要回去吗？当然，你还有第2个选择，那就是留下，留在4连。财神牺牲了，5班组织上安排交给3班。如果你留下， 我跟连长联名向团政治处推荐，由你做2排排长。升排长了，留下也好，回国也罢，那没有区别。关键就是你来过，在这儿战斗过，未来4连的战史上会有你的名字。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，我想不通。 出国之前，宣讲手册我也看了，那上面说的话，好多我都不理解。很多人觉得我自大，其实我很羡慕你们。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，每个人都知道。其实你和我说的那些道理，我都能听懂。我们的军歌你也唱过很多遍了，我们是工农的子弟，我们是人民的武装。 我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，你能理解吗？现在我已经来了，我已经拿起枪了。